Maxim， 过来。Maxim， 看我准备了什么？这可不是给你吃的哟。看 Maxim 给馋的，这是我给松鼠准备的。走吧，咱们去捉松鼠。我是找了好几天呀，终于把这捉松鼠的笼子给找出来了。拿上它，就把笼子给下来。这 Maxim 兴奋的 ，Maxim 走，走。过去看看吧。昨天晚上我带着 Maxim 出来，看这梨树下边又有几个新摘的梨，被大概都吃光了。看，现在已经看到地上的痕迹了，就是这种很常见的吃法呀。那边这就散落了4、5个梨，然后离树远点的地方，这边还有呢。看这树上，这个枝上是一个没有了。这边的枝上也是一个没有了，它真的是可着一个地方的枝条上梨全都吃光了。这2个上边的梨，当初大概得有10几个吧，小20个，还有这个直直的向上的，现在也只剩下2个了。我打算就把这笼子下在这树底下吧，这是它经常经过的地方，就在这儿。我希望不要让老鼠给我吃了。我是弄了一个奶油的面包片，上边抹上了花生酱，又放了6颗坚果。这东西应该对松鼠有足够的吸引力了吧？希望能把它抓住，到时候赶跑。哎呀，没弄好，反过来了。怎么突然有个梨核插进去了？这种笼子不是特别好，只能从开口的地方把东西放进去。我记得有些笼子是从这一面能打开，这放食物、放诱饵就容易些。我这种有点难度。就这样吧，希望不要松鼠太聪明，从那边的眼儿的地方把这些坚果一点点给我抓出去，这样把保险给它拿下来。哎，这个钩子好像没勾住。试试，好，差不多了。这边的这个板已经起来了，松鼠要是从口的地方进去，到那儿去找坚果和花生酱吃，一踩到这个，应该就被关到里边了。希望能逮到它吧，也不知道是几只。反正如果要捉不到的话，我看再过2、3周，照它目前的速度，可能这棵树上的梨就都被吃光了。哎，这儿还有一个咬了一口掉下来的，我把它放在我这个笼子的门口，这样是不是也能吸引它一下，到这边来，然后可能看着看着就钻进去了。Maxim， 你觉得咱们能捉住吗？嘿，小马，这 Maxim 每天就是傻傻的。嘿，来，喵喵喵喵喵喵！你别把那笼子给我撞了啊！小马，走吧。真是一只傻狗。看着地上又是湿湿的，昨天晚上又是下了很长时间的雨，潮湿的环境啊。我把这桃子打算摘下去了，这先摘回去一个尝一尝味道吧。如果有甜度了，那我就叫上小朋友一起把这些桃子都给它摘了。因为下雨的缘故，这树上的桃呢基本上都裂果了。如果不摘的话，那也很可能就顺着这些裂口的地方就慢慢的烂掉了，全都浪费了。这个我也先摘回去，手只能拿2，就先摘2个回去尝尝味道。我感觉从它色泽还有这种感觉来看，是已经符合可以摘的标准了，只是还是那种硬桃。这水蜜桃呢，要是能让它长在树上，在树上变软，那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鲜甜，而且多汁，特别好吃。
但是今年因为上面少嘛，又有松鼠，又有这种裂果的原因，还有雨水太重，所以不想再留了。明年如果是结果数量很多，坐住了很多的话，那最好还是能给它留住，留一部分在树上。来，走吧。Maxim 老是在这松树旁边转悠，肯定是松鼠家还是在这松树里头。我记得昨天的时候看到一个大点的黄瓜，我干脆顺手给摘回去吧，这一根，这样它上边这种小黄瓜崽子能快速的膨大起来。其实这已经有一根形状不错的了。现在就是早晨随便出来看看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西红柿啊、黄瓜呀，还有桃子呀，还有那边的西瓜，都是有不少可以摘的了。黄瓜那一根也行了，我给摘下来吧。这后续的其实还挺多的，早点摘呢，让后边的也快点长起来。看这个，这上面已经有黄瓜虫给爬过的一点点痕迹了。黄瓜虫实在是太猖獗了。这边这种都是比较苗条的小瓜，小不点儿。这根明天摘差不多。这种常绿刺黄瓜也是挺能长的，后续还有好多后备力量，应该拿个工具就好了。这一个手拿不过来。现在只有早晨天气还可以，再过一会儿就热得不行了。我看见后边几天都是有华氏的98度，又是到了特别热的天气了。不过现在跟盛夏的时候不一样的是，早晚，尤其是早晨的时候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凉快的。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，都快晚上9点钟了。过去瞧瞧，看看捕松鼠的笼子有没有什么收获。Maxim， 等一下。啊，好像没看到有东西啊。好多的蚂蚁，除了蚂蚁之外，没有动过的痕迹。放上一晚上，明天早晨再过来瞧瞧。希望能保护住这些梨吧。那个面包加上坚果，如果能把松鼠给吸引走，那就太好了。我之前觉得这梨可能得到8月底或者是9月初才能成熟，但看这几天膨大的速度，我感觉有可能8月上旬就会成熟了。这个几天不见都膨大着这么大个了。或许刚才看到这儿这个梨又被啃了。哎呀，真是。先不摘吧，万一晚上他们再过来，接着可以把这个啃掉，其他的兴许还能保护住。这松鼠呢，不光是摘我的梨，你看这结果的枝条，这种小枝也是被它给踩断的。我开始还以为是病害呢，但后来发现是它这儿折断了。我现在有点担心，它如果是盯上这边这些枝，这上边的果子更多，而且枝条也比较细，别再给我弄断了。还有像这种枝当年得火疫病的时候，这些地方其实是挺脆弱的，上面还是有几个果子的。如果它爬到这个枝条上一压，要是给我把整个枝子压断，那就真的是损失大了。每次过来都得看一眼这颗长得最好的水蜜桃，生怕松鼠给我偷走啊。天气热的呀，完全不想出来，被太阳晒着。过去看看梨是不是又被松鼠偷走了，有没有逮到它？好像还是没有什么东西。这是被老鼠给吃过了吗？杏仁已经完全没有了，但是这笼子并没触发。门口这梨也没人动过。我看看果树上，还真的看不出来是不是少梨了。不行，我到晚上再给它重新换一个面包片，再放点杏仁。这刚才脚上踩到一个梨，这是又来祸害我这棵梨树了。这又是被弄掉了2个。这棵梨树上边本来梨也比刚才那个少，不知道它是从哪个上面摘的。
哎呀，看来是挺聪明的，不上当啊。这好像还是新啃的梨核，肯定是今天的，还是白白的呢。想想再放点什么诱饵呢？坚果面包的那个不太管用啊。这个这么大个了，难道是这些梨子比那个坚果还好吃吗？这个熟了。也是现在雨水实在是太多了，各种瓜都开裂。这是刚摘的一盆小番茄，是满满的一大盆呀，下边全是。这次黄瓜就是上边摘了一根，然后摘了几个辣椒，一会儿调味用的，剩下的就全都是这小番茄了。剩下没摘的，我估计明天再摘的话，还能摘满满的这样一盆，应该都摘不过来。看晶莹剔透的，这是 Honeycomb 蜂巢西红柿，这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，特别好吃。现在这小番茄成熟的太快了，摘果子的压力有点大。刚刚已经摘了一盆了，然后看了看还剩好多，再加上天气热暴雨，有好多小番茄都裂了，这真是浪费了不少，也没时间给它搭架子给弄起来了。要想搭的话，得先把这些该摘的都给它摘干净，然后还得剪枝，做些整枝整蔓的工作，才可以搭架子弄起来。看这里边，明天又会好多。这后续的一批接一批的，看这上边是我刚刚摘过的，结果再仔细看，还是挺多留下的。下边这些都已经坏了，摘的时候就随手摘下，只能扔掉了。但是其他的其实还都是好的，这些还都是好的。如果今天不摘，到明天很可能就裂了。现在天气热，蚊子也多，没法在外边长时间的待。明天早晨趁凉快，我把西瓜也给它摘一摘。还是我自己过来摘桃子了。小朋友们的活动有点多，而且天太热，也不愿意出来。希望还没坏啊！这本来长得好好的桃子呀，都是雨水大裂口了。先把下边的这几个给摘下来，然后再搬梯子上去。哦，这个都已经软了，已经开始有点烂了。看来还是得趁它硬的时候摘下来。在屋里其实放2天也就放软和了。这一摘呢，发现还确实是有些桃子的。哎呦，这个。搬梯子来了，够不到了。看这 Maxim 忙的，一直在我周围转悠。这今年冬天冬剪的时候，我得把头给落下来了。再往高长的话，我搬梯子都够不到那顶上了。这还有一个，看着是有点发青，再让它长2天吧。这树上就剩下这一个了，然后摘下来的桃子可能有10几个，有些还是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居然没有裂果，这个裂了一块，这也没有裂果呢。就是大概2、3个没有裂果的，其他的看这本来长得挺好的，结果裂成这样了。这种把它削一削，剩下的部分味道还是很好的。这水蜜桃本来是非常非常好吃的，产量也还可以。但是今年的天灾呀，早春的时候2次倒春寒，
给冻死了不少。然后就是后边快要成熟的时候，连续的大雨都给弄裂果了。这地上又捡了一个桃子，这桃子也软了，这是有虫害的。最后就是这最好的这颗桃子了，一直舍不得摘。摸一摸，已经有点发软了，摘下来啊！哎，这个真是不错啊。本来这棵树上应该是能长几十个这样的桃子的，只能等明年了。希望明年能风调雨顺吧。主要还是天灾，别老是连续下暴雨，然后争取明年没有那么多的倒春寒了。其实仔细找找，这树上还有桃子，这个稍微有点发青，也是跟刚才一样，再等2天。摘下来的这些桃子也是够我们吃几天了，在家里放着，大概也就是2天就软了。喜欢吃硬桃的话，现在摘回去就可以吃了。前几天尝了2个，那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感觉确实是比黄桃、白桃那种普通的桃子要好吃。这水蜜桃果然是不一样。这蟠桃呢，其实也可以摘了，但整体都还是比较硬的。我要不然再等几天吧。因为它开花结果都要比水蜜桃稍微晚了那么几天，所以成熟呢应该也是晚一些的。再等等，让它长得更甜、更好吃一点。那上边那儿有一个，这看着还不错，还是有几个值得期待的。这桃树长得有点过旺了，我可能过些日子再给它稍微的扭扭枝吧。把有一些长得过长的还没停长的这种枝条给稍微扭一扭，这样变成明年的新的结果枝。这儿有2个桃子长得不怎么样，我给它摘下来算了。这2个个儿挺小的，而且估计是有虫害。这桃子摘完了，再往后可能就是这些苹果了。这颗小富士苹果上面还是有几个值得期待的。那颗金帅本来是结了好多果子，现在几乎全都烂掉了，已经不指望它了。这颗翠田呢，上面还是有2个小苹果的，但是肯定是长不大了。它这叶子明显是有病了，这从夏天开始一直就是这个样子，感觉治不好。看看我这捕鼠笼有没有什么收获。这个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动啊，位置都没动，也没有动物进去。这棵树周围，我看这梨是看不出来的，周围好像也没有新鲜的果子，那就说明小动物并没有来这棵树旁边。再看看这儿呢，现在这松鼠真是聪明啊，这坚果还都在，这门口的果子也在，好像昨天夜里是没来的。仔细再看看这树上，看不太出来有新咬的痕迹，地上也没有找到新鲜被啃的果子。奇怪了，昨天没来居然。这个是不是呢？这看不出来，这不知道是昨天的还是昨天夜里的。说不准那只松鼠是不是遭什么不测了，也许是让狐狸或浣熊给吃了吧，或者被蛇吃了。哎，其实想想这些小动物也是挺可怜的，物竞天择，弱肉强食啊。偷我几个梨其实倒也无所谓，主要就是天天偷，连偷带货还就有点受不了。不过想想呢，这可能吃了这顿，下顿就吃不上了，也许下顿它就变成其他动物的餐食了。我估计那些狐狸啊、浣熊啊、老鹰什么的，还有一些山猫、野猫，都天天盯着它们呢。我把这颗油桃也给它摘了吧。啊，这也软了，但是肯定里边都是虫子。这梨吧，在阳光下照着，看着还真是挺诱人的，
就感觉是已经快成熟了。像这个颜色，你就觉得它已经熟了。我下周干脆找一个我觉得熟的，给它摘下来尝尝吧。既然松鼠都那么喜欢吃了，那肯定味道也不错了。只是理论上说，这梨应该没这么早成熟的。如果小朋友们感兴趣，他们还有这颗蟠桃可以摘。刚才不是还剩了2个水蜜桃吗？他们也可以过一过采摘的瘾。先把桃子拿回去，然后再去拍一个西瓜去。感觉这都熟了，这个就可以。哎呀，又是裂开了，这是浪费掉了。哎呀，这个黄瓤瓜，这更容易裂。这个肯定是熟了，先放旁边。这又是好多这种小瓜，都是雨水大裂开了。哎呀，这个也是，这是刚裂的，可惜了。有的瓜的品种就是要比其他的瓜更容易裂，这黄瓤的瓜真是感觉长着就裂了，就何况今年雨水还特别大。这个是完全要不了了，这是裂好几天了。发现裂开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绿皮黄瓤的瓜。其他的瓜还是要好一些的。这我觉得也熟了。这稍微差一点，这瓜属于是中等型号了。旁边的这个是种的大型瓜，这种瓜皮厚，肯定不容易裂。哎，感觉已经有点那个意思了。应该还是生的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老是拍它们了，容易给拍坏。看这几个大瓜长得还不错，在草丛里边。这是后续的，这还有更小一点儿，都是有机会长成刚才那样的大瓜的。不过这次我也没给它整枝整蔓，所以如果一条藤蔓上长得超过1个大瓜了，那可能后边的个儿就小了，但是也没关系了。这个瓜都已经长到这防草布这儿了，这上面有点烫，我应该找一个纸板给垫一垫。等会儿想着点吧。应该是熟了，给它摘下来吧。哎，算了，从这儿弄吧。这甜瓜呢，也是结出了好多的瓜了。我昨天已经摘下了一个吃了，这是门口堆肥堆那块长出来的那个，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，也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裂口的，甜度非常高。我把这个拿给鸭子和鹅吃去，这个稍微的没有那么坏。哎呦，看还不错啊。看这鸭子和鹅也是狼吞虎咽的，肯定是特别好吃。剩下这2个拿回去我们自己吃，还要特别小心，感觉马上就要裂开了。天气热 ，Maxim 完全不想出来。再等一会儿我们就回家啊。你要去那边再看看吗？走，那边。看他跑得挺欢的，一小会儿就得回去到树荫底下趴着，实在太热了。看春天的时候种的这些香草，都快把整个的菜床给长满了。哎呀，拿上这个瓜，这次真的要回去了。哎呀，走。
哦，这么乖了今天。Yes, yes, come, hand。哎呦，哦，你擦擦脚啊，看你脚湿了。Another hand。哎，乖。今天早晨丽丽的收获可真是不小啊，这些都是她早晨的时候去园子里面摘回来的。看看有好多的四季豆，还有黄瓜，各种各样的黄瓜。其实昨天我已经摘过黄瓜了，今天又这么多，这还摘回来一个甜瓜。然后上次有人问我这粉色的西红柿是什么品种，这个是罗塞拉，这味道还是挺不错的，那种 flavor 特别好。然后他还摘回来很多的这个大西红柿，大西红柿我们也是种了各种各样的品种，现在都记不清了。这应该是 Brandy One 白兰地酒，还有很多铁皮柿子，这还有一些野菜。这边小西红柿，这是我昨天摘的那种 Honeycomb 蜂巢西红柿，特别甜的。然后他摘了这些看起来好像是青的，但是其实是一个特殊的小番茄的品种。我刚才洗了一个尝一尝，还真的是有一股清香和甜味儿。我开始是以为丽丽不小心把青的西红柿摘下来了，结果一问她，她说是这个叫梦想清甜，不知道是从哪儿淘来的品种，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现在的小番茄的产量是非常高，每隔1-2天都得去摘一大批，同时也会烂掉好多。大西红柿现在产量还没上来，但是现在也已经开始了，很快后边就可以又冷冻起来，留着冬天的时候用了。我把这3种樱桃番茄都放在一起了，最左边的是 Honeycomb 蜂巢西红柿，中间是梦想清甜，右边的是罗塞拉，都是相当不错的品种，非常值得推荐。